近期，吉尔吉斯斯坦就平定了一起小规模的政变，斩断了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就是欧美的各种基金和媒体我们中国主张中亚团结、和平和发展，这就给地区带来了前景和底气。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这次政变规模不太大，上百人参与了政变。很明显在这个政变过程中呢，有这个外部势力是直接下场去参与了。事后呢，吉尔吉斯斯坦这边呢就逮捕了几十人。你逮捕这几十人之后这几十人他就把这个幕后黑手给供出来了。这其中这个最大的这个金主就是支持者是谁呢？是美国的那个索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 NGO。于是呢，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斩断这些幕后的黑手。他们查处了这些 NGO同时呢，也关闭了一个已经开设了有30来年的这么一个欧洲的电台，就是那个欧洲自由电台。这个就是欧美在这边进行颜色革命的一个舆论上的一个工具。但其实我们说它叫欧洲自由电台，实际上它虽然本部是设在欧洲，实际上呢还是由美国来控制的一个电台。我们来看这次事件其实还是有几个看点的。这第一呢，你看它政变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敏感，好像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巧合。你看这个我们中国刚刚这个举办了这个中亚峰会然后呢，你再看布林肯，他有突击访问了中亚5国，就在这时候吉尔吉斯斯坦就发生这么一个事情，难道这个还不值得思考吗？第二呢，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很明显，这就是要玩这个颜色革命。它其实它的目的它是有2大目的的。第一个呢，它要抄我们中国的后路，因为我们和俄罗斯在有些关系上进行平衡了之后呢，开始在中亚地区扩大我们的影响力。那这个呢，肯定是有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的。这美国肯定要把这事给你搅和了。同时呢，美国也要在这个俄罗斯的后院来牵制俄罗斯这次美国搞的就是这么一次典型的颜色革命，可惜呢没搞成规模也不是很大。第二点，我们看其实美国他更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进入中亚。因为当年这个苏联过渡到今天的这个俄罗斯时期它对中亚的钳制和控制更多的是军事上的、安全上的这种强力上的这种控制，这种某种程度上是压制。但是实际上在经济发展模式、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上来讲呢，俄罗斯拿不出来这些东西。那我们中国不同，首先一个，我们和中亚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一种强制的、一种钳制、一种压制的这么一种关系，我们更多呢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当然，既然要合作，大家就还必须要制定一些规则，同时呢，我们还要提出这个未来我们要怎么共同的发展，这个是我们需要，当地呢就更需要了。就是说我们还能提供这种发展的空间，而且呢，我们会有一个制度化的机制来保证地区的安全。你比如说这个上合机制，那么这比俄罗斯以前对中亚地区的这些控制呢，要来得更加系统，更有吸引力。因此呢，中亚国家可能和中国之间有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美国非常非常顾忌的一件事情。第三点我们要清楚的看到虽然说这一次这小规模的政变算是破产了但是美国呢是不会放弃搞事情的，而且美国呢在这个地区它的影响力、它的渠道、它的能力依然在这边。随着政局的不断变化，甚至有些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出乎意料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美国在这方面还会接着下手。因为从整个的局势上来看呢，美国现在是环着圈的，要来把我们中国给遏制住。你看，从这个东北亚地区，它要推进这个美日韩的所谓军事上的这个联盟关系，然后中间呢，它就在台湾地区就要利用这个台独势力来消耗我们中国。现在美国又在南海地区企图这个分化东盟，破坏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那在我们中国的西边，在我们的后部，他去搞这个中亚这个地区，那它是必然要做的事情。所以呢，虽然说这一次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事情被压下去了，但是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